2022年，美国一男子移植了猪的心脏，结果仅仅坚持了2个月，他还是因为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。首例异体移植宣告失败，人体器官移植未来该怎么发展？如果你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，而能拯救你的器官供体却迟迟没匹配到，你会不会抓住仅有的机会接受动物的器官移植？57岁的戴维·贝内特因为患有晚年心脏病，只能躺在病床上靠药物和机器维持生命。没有匹配的心脏供体，又被评估为治疗依从性差，但是他想活下去。我知道这很冒险，但是这是我最后的选择。严重的病情让他幸运地符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同情使用条款。他提交的参与实验性疗法的申请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得到许可。贝内特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接受猪心脏移植的人。2022年1月7日，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团队用8个小时的时间让猪心脏成功在贝内特的胸腔内跳动。只可惜2个月后，贝内特还是因为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。实际上，在他之前，美国2个月大的女婴菲宝宝因为患有左心发育不良综合症，接受了肺心脏移植手术。最终，菲宝宝依靠这颗心脏多活了20天。这是否意味着异种移植的未来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光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贝内特的尝试对异种移植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。虽然心脏只在他的体内跳动了2个月，但是证明了异种移植是有发展前景和研究价值的。让动物的器官在人的体内发挥效用，这并不是科学家拍脑袋直接想出来的事。在整颗移植猪心脏之前，猪眼角膜的移植手术成功率有 90%， 猪的胰岛素生产细胞群也有望在未来用于糖尿病的治疗。为什么研究人员会大费周章地去研究动物能不能给人类治病？因为每年等着器官移植救命的人太多了。就拿中国来说，每年大约有30万病人在期待自己能做上器官移植手术，但是能获得新生的人只有1/3。器官移植供体短缺一直是无法跨越的大山，而对于那些病情严重的人来说，移植手术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如果能突破异种移植的瓶颈，这项技术可能可以挽救无数人的生命。为什么不选和我们相近的灵长类动物器官，怎么总是去找猪呢？不用灵长类动物是和我们亲缘关系太近了，物种间传染疾病的概率很高，人类可能无法承受灵长类动物体内携带的病毒。其次是产量，培育一头改造猪所需要的时间比养猴子来说短得多，差不多6个月，猪的器官就能长到成人器官的大小。还有就是猪的体温和心率都和人更接近，猪心脏的大小、血管在生理学指标上和我们最相似。灵长类动物的心脏可能无法支撑人体的运转。虽然到目前异种移植还没能成功，以后也需要面临伦理等各种问题，但是或许在未来，很多病人能在动物的帮助下重获新生。